首先，对于寒和热的判断，大家现在有误区，因为我们在网上经常看到说流清鼻涕是寒症，白痰是寒症，很多热症它也是流清鼻涕有白痰，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不论什么情况下，你的初期一定是清鼻涕。假如说你一上来就是热症，就应该是黄鼻涕，但是你看所有的风热，它在初期也都是清鼻涕，这是一个误区。黄鼻涕实际上是一些死亡的细胞，大多数都是在中后期。当你的病程进入到结束的时候，这些死亡的细胞脱落，它需要往出排，你的痰、你的鼻涕就会变成黄色或甚至是绿色。那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吃火锅，在吃很麻辣的东西，流鼻涕了，那明明是吃的热的东西，为什么会流清鼻涕？那如果说我这会儿吃的这个大量的热性的东西，它一定是黄鼻涕。那有的人就会说啊，这是因为你吃了这个热性的东西，把你的寒气排出来了。那我想请问，这个寒气排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？你吃30年火锅都是吃到辣的东西、刺激的东西之后，都是在流清鼻涕，你的寒气永远都排不干净。那寒气什么时候是个头？你到底有多少寒气？所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医学常识。当你接受到刺激，黏膜受到刺激，你首先都是清水，都是白痰，清晰的痰。只有在后期，当你的这个细胞跟这个病毒细菌这个作战结束之后，有大量的死亡的这些士兵尸体需要去处理，它才有这些死亡的细胞呈现出来黄色和绿色。没有人说热症就一定是黄鼻涕的，一定是黄痰的。而且你的症状虽然有怕冷，虽然有好像受寒的这种感受，甚至是你真的是受了凉生了这个病，但是你的身体反应，我们治疗的方向不一定按照寒症去治。比如说你是因为积食导致的内热，而毛孔闭不住，有寒气，那它算不算一个风寒感冒呢？它不算纯粹的风寒感冒。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，至少要有2个方向吧，里面的热要清，积食要清理掉，那外面的风寒我要把它散出去。那现在的人呢，营养都比过去好，保暖也比过去好，大部分都表现出来的是热症，表浅的那一点点寒，它是在通过你清理你内热之后，它是可以轻易的散发出去的。所以虽然你感觉到的是怕冷，但实际上这个怕冷是因为你的内热造成的，所以我们会用发表的药。这个时候如果用麻桂，用这些热药，那就会加重你的内热，所以我们可以去配伍。比如说你表面有一点点凉症，我通过生姜就足够，或者加一点点麻黄就足够，但是其他大部分的要用来去消炎，要去清热解毒，尤其是你体内肠道里面积的这些热毒，还有你吃的这些积食，吃的这些热性的这些佐料，我们要去清掉这个热。如果这个热不清掉，那你外面永远散发不完的。真正的风寒感冒，《伤寒杂病论》里面讲的风寒感冒，在现在这个社会是很少见的。那个时候兵荒马乱，战乱，吃不饱穿不暖，它从里到外全是个虚，它一点点寒气就会造成寒症。现在不是，现在大部分都跟你饮食有关，尤其是孩子最明显。